谢谢各位，我们上半场经历了4轮非常精彩的演出，能看到已经晋级的4位朋友现在就坐在我们的身边，闷枪、王悦、李卓妍、王主任。炸过，然后也哭过，当然也笑过，这就是咱们的上半场。希望下半场的比赛依旧精彩，而且我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现在来着了，朋友们，开场就是我们期待很久的魔王挑战环节。魔王！我知道今年的赛制之后，我今年挑战魔王其实比去年会有压力，因为它有个 bonus， 就是有一个额外的，你可以让队里多一个晋级名额。因为打魔王确实，说实话挑战很大，你要么就是一战成名，要么你有可能就是接不好，那个真的很考验人心态的。魔王挑战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冠军付航即将下场表演。去年他就是在这个时刻用 passion 击败了周奇墨，掌声有请付航。我们都生活在下水道里，但是仍有人仰望星空。恭喜付航成为2024喜剧之王单口季的年度总冠军。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，您说那是passion，动物必须高级。那我宁愿当猴，谢谢。不管你出身、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，就总有人会爱你。你从来不说你的表达，但有表达。参加完节目后，生活有什么变化吗？个人觉得我录综艺之前和录综艺之后，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变化。人民文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付航，是2024年大家听我说过最多的一个词。我就是一个民间艺人。您高看我一眼，我就是民间艺人；你低看我一眼，我就是一个小傻瓜。因为咱们今年这个节目就是新人特别多，所以说我觉得新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生龙活虎的感觉，我每一个都非常期待。非常多优秀的俱乐部，然后也是兵强马壮。我觉得都非常有实力，他们一出现就会有很强的新鲜感，算是线下非常有力量的这种比赛型选手。一浪推一浪，哇，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。第一季4个魔王上来全军覆没，非常期待新人们打魔王。会非常期待看到这种黑马打破老大王的这个戏码。付航，哎，该有人碰碰你了吧？啊，当然了，我特别开心能回到这个舞台，我完完全全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，然后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能获得一点的开心，我就非常知足。谢谢大家，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都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，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。我说我到那儿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，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
他看着我，彪，我说啊，他说保镖。哇，了解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，啊，保安是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啊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拦我粉丝，别拦我粉丝，别拦我粉丝好吗？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付航好霸气！”啊，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护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，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二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哎，我计划的特别好，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嘛，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，他拦了两下空气，他这样拦两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我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我说你拦一下啊！那保安哦，知道了。付航不许吃香蕉啊！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啊，就喝多了，喂，付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。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係劉德華，对吧？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，学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。那小孩去，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-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啊，对，在大街上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。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
就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这。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，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。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就是看开你喝，我只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。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，啊，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刘子华，那小孩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1145，好，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我说到。3355661加77553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拦我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呢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爱死你们了！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出来，我爸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。我爸跟门口抽烟。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呀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，他们有演算纸嘛，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。同学看我。老师，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不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”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了。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。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，我就特开心。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。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，拿抽根烟就指我，是不是？哎，黑了吧唧的，过来！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，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，哥哥？
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给我幽默，每天给我5块钱，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他说：“你是 dancer 吗？”我说不是。他说：“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”我说不是，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，谢谢付航，还是之前的付航啊。也要跟观众朋友们说，这个除了是一场精彩的表演，这仍然是一个魔王挑战环节，所以喜欢刚刚付航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付航。不用多说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节奏啊！真是自己把嗓子都喊哑了。那个，咱们几位气氛组的组长看完付航的表演，什么感受？我们先算算，我们先琢磨。就您觉得这1年来说，这个包括参加完咱们节目，包括再回来，有什么感觉？屠龙少年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没什么变化，就还是演出完了之后，去回家待着，然后偶尔啊，对我有一些影视机会。当然就要感谢咱们的大鹏导演，完了之后那个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边邀请我演了一个角色，然后还有一些影视机会，然后我可能现在有的时候也在拍一些其他的戏，比如说是《浪浪人生》，还有一个电视剧，然后我也一直在拍。除了这些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然后我回到这个舞台，就是感觉到，今年的所有的这些新的朋友们都太厉害了，真的，的确是，发自内心的。我刚问到大鹏导演了吗？除了在这工作上有合作，我听说您也之前去看了付航的剧场的演出，是吗？是，场面特别火爆。就我去的那一场，我是在很靠边的位置，因为也都没有那么多的票了。然后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北京打卡，把付航当成一个景点一样，小宠物。事实上，邀请付航那会儿呢，咱们这个节目在去年还在进行中。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演员，然后就尝试吧，说能不能演一个角色，希望你首先给这个角色起一个名字吧，因为我们他要变成一个具体的人，他不能叫汉子，你起一个名字吧。付航，你起的名字是小白。我们一宿一宿的拍，有一天连续拍了3个通宵啊，那个没喊苦没喊累，是因为已经喊不出声了，对吧？不是，主要是不能让导演听见。没有，开玩笑。群演们一看到付航呢，他们整个人都已经就崩溃了，觉得特别喜悦，所以付航还是可以守得住他最踏实的这个本分。今天一出场还愿意这么演，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。没有，真没有。鹏哥非常看得起我们这些喜剧演员，包括有一些喜人的演员之类的，也鹏哥都会给我们机会。然后他特别喜欢认识这种年轻人，但是其实我真没您想的这么好，我真就是一民间艺人，实话实说。对，不用鼓掌，咱们这不是开会是吧？我跟你说，真是一民间艺人，得打歌。轻松点。双向奔赴了。天真姐去年对这个付航有一个评价，说在那个魔王挑战的时候，像持剑少年就这样冲着周奇墨这样冲过来了。今年也这个变成魔王了。我去年去那个付航的剧场看了他的线下，就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也真实的感受到他跟观众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，就是很可惜节目里呈现不了。